人物方面是2箱的板件，还有一盒这个发光灯组的配件包，这个构成的是豪华版的配置。然后这个板件里边还是比较省空间的啊，这个罗列的也是比较的合理。灯组大概就是这么个配置，电池的话是需要自备，型号的话我也打出来了。其他内容物的话，还有一大张的水贴，还有这种硬质的 3D 金属贴纸，不是铝箔贴纸。板件名称呢都有做镂空的处理，这点要给个好评。因为板件非常多啊，找板件的时候相对也是容易了一些。整体的质感啊、触感方面呢都做的比较的不错，锐度方面处理做的也是挺好的。在外甲方面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在一些骨架的浮雕细节、镂空细节等方面呢，看着就会明显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板件罗列的可能比较密啊，运输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磕碰的现象出现。然后呢，在一些比如说背面有复杂结构的地方，在外甲的正面看起来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缩胶或者一些其他的痕迹。部分内构板件上也是做了喷涂的处理，让我比较喜欢的是不是那种非常傻的单纯的金色或者银色，而是做了不同的亮度啊或者饱和度上面的区分。这点在这种拼装完了骨架以后呢，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按照说明书的顺序呢，先是拼装了主体的骨架部分，那就直接给大家展示一波主体的这个内构吧，然后来聊一聊整个的制作体验。整个模型啊，算上叶片啊、外甲等等的，整个的拼装流程下来呢，我都是没有去修过件的啊。在一些大的粗装部分呢，其实拼起来还是比较紧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去修件。我呢是用了凡士林来辅助，个人也是比较推荐用这个方法。这次的话还是不要用锤子了啊。整体的内构风格呢还是比较 PGU 风的，就是这种银色的框架加上骨架这样的风格，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是这次大青椒是多了很多管线之类的这一类的细节。我个人的话对这种框架镂空内然能看到管线的这种设计风格没有什么抵抗力啊。即便是没有银色框架的加持呢，这款模型的机械细节浮雕刻画我觉得也是挺漂亮的。个人感觉的话，无论是传统的胶牢还是那种玩刺猬的小鬼啊，应该对这种细节呈现都不会感觉太反感吧，应该至少说 80% 以上的玩家应该还是喜欢的。如果说这款大青椒未来在市场上取得的成绩还不错的话，同时呢也希望很多其他的厂家可以去跟进像这样的高规格成熟的内构设计的这种的产品。然后呢，外甲方面我也是只上了一半啊，个人感觉这算是最佳的展示形态了吧。大青椒这个题材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之前的无论是万代的 R 魂的还是 MC 的或者 SL 的大青椒我都是入了，但是那2款1:100的核心成品的那个不知道是在北京还是不知道跟哪个仓库扔着呢，反正不在手头啊。本款大青椒的外甲设计呢更像是 MC 那个版本吧，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还原原著的那种圆润感呢，和 SL 的那种硬朗的风格还是不一样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占地空间的表现吧。如果把另一边的叶片也给拼上的话，应该横向是需要个大概50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大小。如果展开的幅度更大的话，则需要的空间会更大一些。高度的话，到叶片顶端是一个27厘米的表现，算上支架的话，估计要留个30吧，至少是30公。深度的话，大家如果摆放预留个30厘米是比较好的，有限的话20厘米也应该够了。拿出几个相对比较常规的模型给大家看一下体积方面或者大小方面的这个比较吧。其实高度方面看起来倒不是很高啊，但是体积的视觉感还是比较强的。重量的话我这还不太方便称啊，但是不算太轻。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是给看一下可动联动以及爆甲的部分吧。本款产品的联动部分做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有3种联动，一种是机械联动，比如说是胳膊肘啊或者膝盖活动的时候会有一些联动啊，还有就是灯组联动，某些位置展开啊或者等等的情况会触发灯组的开关，还有就是重力联动，模型在处于特定的角度之下呢，重力会对模型呢释放一种魔法，把它吸引过来。头部跟脖子连接方式呢是一根导光柱的直桩，脖子有前后可动，还有左右的平转。
头部的天线可以向后进行报甲，然后那个后脑勺这是有一段报甲联动，但是回正的话是需要手动去给它推回来。大青椒向前点头的话，可以触发这个胸口还有眼部的灯组开关。我这个眼灯的紫光呢会灭一下，然后再常亮，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整体的亮度表现呢还是不错的，在影棚灯光下边看着呢也是比较明显。关于这个灯组，大家在这个蓝色透明件拼装的时候，这透明件是有长短的，注意不要给拼错了。然后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里边的供电线尽量还是在里边这段呢就塞一部分，然后外边这段呢就不需要塞的太多了。我这个呢就是全都给怼在门口这儿了，所以导致胸口两侧的深色外甲呢就有点拼不上了。胸口两端向上可以翻起，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机械细节刻画。背部两侧可以报甲展开，露出里边的喷口，然后后边的这个脑袋后脑瓜这盖板啊，有向上和向下的联动报甲。这个向下这段呢，这个联动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只是这一整个单元模块呢，还是安插的比较的松。打开以后呢，是可以看到里边是胸口的电池仓，可以方便你换电池。腰部呢有两段向前的可动，大家经常问的话，这个腰会不会后仰啊？其实腰部还真的不会，因为它没有向后的可动。导致整个模型可能会后仰的原因呢，更多的还是这个胯部、大腿根跟胯部连接这儿的关节轴，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凡士林上的有点多啊，这相对来说可能会滑了点。大家这个到时候分享一下自己的那个状况。然后呢，给大家装一下4个叶片，大家看一下本款模型的自立性表现具体怎么样。我个人评价的话，模型是可以自立的，但是个人的话觉得不太推荐，确实是比较重啊。再加上我这个其实一边装外甲一边没装外甲，它这个重量分配还是不是太平均的，导致我这个腰部可能更多的会向这个重的那边装了外甲那一侧倾斜一点。同时胯部的这个左右侧摆其实也并不算特别的紧。就像我前面视频所展示的那样，即便是重量不平均呢，这样不靠支架自立起来也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说实话，还是推荐老老实实的上支架比啥都好。我还记得之前有群友问啊，这个腿劈的特别开，是不是因为那个大腿根比较松啊？实际上我也可以并拢的站着，只是你觉得这样并拢站着它好看吗？反正我个人也是有点习惯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驾驶舱呢需要拨动外侧的黑色舱盖，然后能看到整个红色的饼形的驾驶舱。这有个舱门，向上打开能看到整个的驾驶舱，还有小人。灯组呢也是通过展开去联动开启灯效的。这一整块的效果还有联动设计呢，我都是比较喜欢的。整个大青椒全身的这种袖章呢，都是通过分件去实现的，但是胸口这儿呢，这个按的有些不牢，然后有点会翘边。手臂可动方面，顶端支持平转，然后胳膊肘呢是两段的可动，有一点点的联动吧。手腕和手型部分呢都是有一段球关节的可动，小臂的正面和侧面都有抱甲展开。小臂的内侧可以插入光束军刀的剑柄，然后能看到这有一个活动的盖板，可以给它稍微弹出来一点。叶片的机械臂有3个锁扣是固定造型用的，这样的话也不用太考虑这个机械臂的松紧问题，只要是锁住了就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但是中间这个锁扣对整个拼装的紧实度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大家如果说遇到插不紧的情况呢，可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左右盒都拼结实了。肩甲呢有2段向外展开的可动，要注意这个大块的向外展开，要避免这个里边有个液压细节，不要脱轨了。展开以后呢，可以让这个叶片不动的情况下，胳膊呢会有一个更大的可动范围。好的，接下来看一下整个胯部部分的可动以及抱甲展开。感觉这一块没什么可多说的，展示的也比较的明了吧。
在这个裤裆的下边是有一个锁扣，这块呢打开以后可以解锁整个胯部的滑槽关节，可以调节这个模型的高矮，或者说它增强它整个胯部的可动范围。假如说你的模型总感觉一边高一边低啊，那可能是这个位置两边没有卡对称了。OK， 下边来看腿部，整个腿的话，豹甲呀，还有联动以及内构等等的，包括银色框架也是用的最多的地方，相对来说结构比较复杂。小腿后方的这块豹甲联动呢，到了定位点以后活动起来呢还是比较的紧的。好，剩下的部分还是以展示为主吧。值得一说的是，腿部在这个脚踝前后可动啊，还有大腿根这个侧踢的部分，都是给了齿轮关节。然后在后面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段音频，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清脆。好了，接下来看一下大青椒的标志性的叶片，整个大小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这个整体做出来这个质感也是不错，塑料感没那么强，有点像是喷了漆的感觉，但是确实是塑料的原色。水贴呢，我只上了一些标志性的条状的水贴，水贴这块呢，建议大家还是泡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呢，推荐使用一下软化剂。整个内构方面，结构处理的也是特别的性感啊，尤其是内侧这个镂空加上管线的这种细节，真的太喜欢了。整个叶片的豹甲呢，个人感觉风格上可以说是把平面立体化吧。基本上豹甲完了之后是找不出什么大块的平面了，都给做的算是4分5裂了。其中比较灵魂的，个人感觉就是这个联动点亮的这个灯组了。这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这个回位的话，这个灯组没有办法关闭呢，别跟它去较劲。我一开始拼的时候，我就在这费了半天的劲，我发现真的还是不行，干脆就把它当成一个联动的时候打开可以点亮，但是关的时候需要用到磁控去把灯组关闭。反正地台上呢是插了一块吸铁石啊，这个灯组要关起来也是相对比较方便。下面展示一下黑暗环境下的这个灯光的效果如何。在导弹舱开度不同的情况下，这个灯效的这种节奏也是有所不同的。叶片尾部有一个多段可动的爪子。本款产品还可以给浮游炮装上这个飞出特效的导光柱，你看到导光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想这个光效更好的话呢，可以在你需要觉得更亮的地方啊，进行一下外部的打磨。地台一侧有一个小抽屉，可以收纳一些小配件什么的。然后呢，整个地台还是做的比较机潮风的吧。还有这种小人的起落架，还有一些楼梯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起落架我觉得挺碍事儿的。然后也给了一个站姿的冰人儿，通过特征可以判断是一个女性的驾驶员。这样还得插一个有2个缩胶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个容易崩飞了，我是不推荐装上去的。理论上地台是可以支撑这个大青椒腾空的，但是我这2侧的话重量还是不平均，所以有些倾斜。OK 啊，模型的话介绍的差不多了。个人对这款产品最大的感受，其实在拍摄还有剪辑视频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这个模型挺出片的啊，就是很多素材我都觉得拍的哎呀真的好漂亮。对产品素质而言的话，夸的人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再夸下去又得涨了，我还是鞭策一下吧。确实在结构性方面呢，我觉得算是做到了塑料模型能做的基本上所有了吧，还是觉得在这种机械臂平转啊这些位置还是能加紧一些，还有腰部2侧的这种侧摆感觉还是偏松一些，组合度上倒是没什么问题，用凡士林去拼呢也是能接受的手感。灯组的话呢，这种开启和闭合我觉得准确性上还是差一些。最后的话，我觉得这么大的机体啊，这个地台还有支架，我觉得不是地台支架吧，还是需要好好设计一下啊。连接的方式上，我觉得应该再牢固一点，然后整个地台的韧性也要再强一点，或者是用成品的地台，我觉得可能好些。还有就是聊一聊配件包方面吧，不知道后续出配件包的话会出什么东西啊？目前想要的有几个彩透甲、透明甲，然后修复版的配件和格林炮，
大概就是这4样东西。其实我个人需求最高的是透明的外甲，彩透我觉得一般啊，我还是更想要透明的版本。不知道大家对配件包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大家本口兄有什么想说想问的，欢迎弹幕评论区留言。喜欢节目的话，欢迎关注，那我们下期见，拜拜。